新的一年也是來了，先祝各位生活安康。不过我总是喜欢回望过去，一眼就发现啊，到过去其實有許多街霸的角色放在現在改革也十分之大，不乏有非常成功的案例，也有越改啊越沒得靈魂的角色。今天讓我們一起來盤點一下街霸系列裡改革最成功的角色們。這一次我會提名10名角色，並且我會按照我個人的主觀評價列一個先後。視頻的最後我會列出全部角色以及我個人認為改革最失敗的案例角色。首先第5名，我願意給到元老級人物4大天王之一的拳王拜森。作為一個2代就出場的經典老角色，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在當時動作和招式的表現都顯得比較突兀，招式對比其他一部分角色沒有明顯的特效，顯得拳腳和招式有點難以分辨。儘管可能是當時芯片性能的原因造成的問題，但我們往後延展一下，在後續的一部分作品中，拳王除了特定情況下可以打出一套不錯的 combo 以外，就是一直衝來衝去的，連招的交互感其實都比較欠缺吧。後來的4代啊，引入了 SA 系統和更直觀的木押，才讓拳王這個角色加入了更多的觀賞性。但是他能上榜第5名的原因是在5代中招式美術及視效上的表現。街霸5的拳王在服裝上變得更加豪放，招式也從過往複雜的方向派生變成了更明了的指令。因為前作的拳王想要用衝拳做出不同判定啊，需要拉斜上這種非常別扭的指令。5代核心的 VS 系統幾乎都和他的所有招式形成了緊密的綁定。VT1 啊是把 SC 做出了更多的可能， VT2 是把過去的 UC2 變得更有功能性。可以說改革後的拳王與5代系統做出了非常完美的融合，在連招上打擊感都十分出色，加上速度快過攝像機的 EX 衝拳，更是讓每一位玩過5代拳王的玩家都會對他的打擊感給出十分高的評價。第4名，我願意給到我們的童顏女神春麗上面。儘管春麗在每個作品中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打法風格，但始終離不開的是各種高難度蓄力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刷百列上面。4代的春麗有着各種限定無限連，非常考驗玩家對刷百列的熟練度。而5代開始，這個逆天的刷百列啊，正式成為了一項非遺之後呢，極限蓄力成為了春麗的主軸啊，尤其是個別連段，除了需要具備極限蓄力的手法，還有對指令級別有足夠的理解。然而到了如今的6代，春麗在極限蓄力的部分呢，更多成為了一種絕活手段。我們平常常用的一些蓄力啊，對比前作的話，難度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降低。加上6代革新性質的行雲流水構，不僅給了春麗在以前從未有過那麼豐富的攻防手段以外，在構中取消招式還可以无視蓄力時間，不僅大幅度增加了春麗招式的表現，增加了許多可玩性以外，對蓄力的難度要求啊也降低了特別多。但是連招的華麗程度啊也比以前啊更加多元，它能成為我心中第4的排名，我認為啊實至名歸。第3名，我同樣要給到一位元老級別的角色，同樣也是4大天王之一的叉子巴洛克。不得不承認，在當時那個時代設計出一位有着鬥牛服飾元素的西班牙忍者，即便放到現在也一點都不過時。叉子最開始在2代啊，我記得強度好像還挺在線的，只不過在後續的作品中慢慢進入了下水道。不過這期不是聊性能強度，而是叉子招式的底層設計上，他是一位純蓄力角色，所有招式都要依靠蓄力才能發揮，尤其是他的大招指令放到現在的眼光來看，真的就有點逆天了。叉子釋放大招啊，需要拉後拉蹲，蓄滿之後拉前拉蹲，再拉後拉蹲，再拉上，指令就是13138，我敢保證啊，但凡街霸6啊再出一個有着這種指令的角色啊，一定會被罵得很慘。不過這種指令啊，從5代開始就徹底被優化掉了。而叉子改革非常成功的節點，也正是街霸5時代。以前的叉子啊是純蓄力角色，而且連段的木押難度也非常之高，絕大部分連段的木押啊都在0到1以內。不僅強度在當時非常之弱，操作手感也很膈應。叉子的特色是它的面具和爪子，你可以主動選擇撿起來或者丟棄，主動丟掉啊可以為你增加對應的攻擊力和防御力，不過也僅限於此了。然而5代的叉子把過去非常別扭的蓄力啊都改成了指令招式，並且卡普空着重圍繞着他的面具和武器下了很大的功夫。面具同樣具備前作的特色以外，武器直接变成了2種形態，而且2種形態下拳脚招式也會有所不同。在招式指令優化後的加持下，以前的叉子很多時候啊不得不為了蓄力而捨棄掉移動選項，現在的叉子改成指令之後，身法變得十分靈敏，特別契合忍者這個身份了。加上不同形態下招式的不同，叉子的可玩性可以說是一下子從拉到亨的強力轉變，所以他能成為我心目中榜單第3的名次啊，也是毋庸置疑的。那麼第2名這位角色啊，可以說是我開始記恨卡普空的最起點，因為這個角色在我看來啊，當初設計的十分失敗，不僅設定上是實驗體，實際上也是卡普空的一次試驗性角色。但如今的改革後，成為了街霸6中的人氣新星，同時也是許多玩家熱門的主力，他就是艾德。
最開始的艾德啊，默認皮中規中矩，看着像一個客串的小配角，故事皮和緊身長褲啊，更顯得這個角色臃腫。設定上是會使用精神力的拳擊手，但實際上玩起來有許多 T 技。如果你不去了解前作設定的話，你很難對這個角色抱有絲毫的好感。在招式設定上，按2個鍵就是升龍，按2個鍵就是飛踢。對於那時候忠於傳統派的我來說，這簡直就是違背了整個街霸操作設計的靈魂吶！儘管我們現在都知道了，這種方式也算是為後來的現代模式而做出的一次試驗性的設定，但當時我為了這個角色熬夜在兼職的工作室等待着這個角色的更新，只為了在去學校上課之前能第一時間玩到這個角色。結果我一夜沒睡，等到了早上6、7點，玩到的卻是一個我難以接受的龍套角色。至今我都依然記得我失望的背上背包返回學校的那個早上。但為什麼艾德能成為我榜單中的第2名？正是因為過去在我眼裡有多失敗，如今我們6代玩到的艾德就能讓我感到有多滿意。首先是招式動作的設計，大量參考了現實的拳擊，搭配藝術的加工，使得整個角色在遊玩的過程中絲毫不會因為設定和動作而感到出戲。所有不同的按鍵都是以拳擊手應該使用的拳頭出發，又把拳風和實際動作這種巧妙設計去替換了一些需要長距離使用的腳攻擊，並且每一個招式全部推翻，保留了初始的失效情況下改進了遊戲中的功能性，搓招邏輯啊也重新变回了一個最正統的味道。還有如今煤球的各種觀賞性連段或者進攻，一舉把艾德整個角色的可玩性抬到了一個前作永遠也無法到達的高度。他上手啊也是屬於那種現代會更好上手，但又難於精通的那種。儘管他已經被削弱過好幾次了，都依然是不少職業哥的心頭好，可見啊其上限之高。能上榜成為我心中的第2名，不只是因為一代自殺做出了一個全新的完美角色以外，加上我曾經與艾德一同經歷的糟糕體驗，才讓我在這個榜單中對他的心理分數會比其他人更高一些。大家覺得艾德能成為你心目中的第2名嗎？好了，接下來我要公布我自己心目中改革最成功的角色了。他從被設計出來的時候就背負着街霸最弱的名號幾十年，直到街霸5後期登場後啊，才一躍翻身。不僅依然保留了最初設計出來的特色，更是在強度方面啊，直接從過去各項能力都很差的弱雞，變成了一位進攻压制力爆棚的戰神。他就是街霸系列中最小丑的谐星角色火影彈。讓我來先說為什麼他能成為我心目中改革最成功的角色。因為卡表在20多年前把這個角色設計出來，只是為了明朝暗讽一下隔壁 SNK 的，它的內核就是純搞笑，而且不僅是要體現在劇情當中，在拳腳上火影彈都要比其他角色发生速度和取消判定上弱好幾個檔次。其他人的一些招式輕而易舉就能形成連段，但火影彈啊卻要大費周章。但是到了5代登場後的火影彈可以說是體現了設計師的頂級腦洞和專業性，因為火影彈是作為一個小丑登场在街霸系列的，他自身有許多毫無卵用只能搞人心態的招式，但是不知道怎麼的，他們這一次啊想要把火影彈做成一個真正能玩的角色，結果就是設計師除了保留最經典的挑衅傳說以外，把其他帶有嘲諷意味的招式完美融入進了街霸5的系統當中。在基礎參數上，火影彈是全遊戲唯一一個只具備1個紅槽的 VT1， 我敢保證啊，這對每一位街霸5玩家來說都充滿了新鮮感。搭配它的 VS 技可以快速攒滿 VT， 得到一次進攻或者連段。玩家可以依賴高頻使用 VS 來積攒 VT 槽，得到許多次爆 VT 的機會。VT2啊，類似於龍的 VT1，強化波動和升龍拳，在連段和壓制上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最讓人驚喜的是啊，設計師為他設計的 VS 技 VS1 可以在大部分拳腳和招式的後摇中取消，命中不僅可以攒 VT 槽，在立回中還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惡搞对手和破壞立回的作用，仿佛過去那個稿之王又回來了一樣。但如果你想要認真對待這場遊戲的話，你還可以選擇 VS2 化身進攻戰神進行遊戲。VS2 是在拳腳命中後取消使用的。如果你不木壓，火影彈只是使出一個嘲諷意味很強的動作，同時带有攻擊判定，這種情況下沒有什麼卵用，說實話。但厲害的是，你可以利用 VS2 的發生印值去木壓取消出一個拳腳。最簡單的例子，火影彈在使用 VS2 的情況下，可以連續使用2次重拳。這個巧妙的設計可以利用木壓的輕攻擊或者加針技，構築出一套壓制力極其兇猛的進攻。不只是可以用輕攻擊或者連續取消形成壓制，還能利用 VS2 的木壓時間去確認連段。可以說，只要被火影彈粘上了，對手就很難有逃脫的機會。甚至在火影彈剛上線的首個版本裡，它也是5代全角色裡唯一一個可以无限連的角色，就是利用它的 VS2 的卡位木壓，都是在後来的版本才被修正，把普通的波动变成有概率擊倒对手。所以就是因為他的出身背景是個小丑工具人，性能永遠都在最弱的梯隊裡，再到如今完美的把吸血的招式融入進系統，提高了無限的可玩性。這種史無前例的改變，才讓我對火影彈這個角色有如此之高的評價。我說是街霸系列改革最成功的角色，我認為是當之無愧的。我同樣也非常期待火影彈能有機會站在街霸6的
舞台當中。那麼還剩下5位提名角色啊，我綜合說明一下，他們其實有着很大的進步，只是在我個人心目中的排名被上面的5位啊刷了下來。大伙兒啊可以一起來看一看有沒有你喜歡的那一位。首先是古烈这個角色，6代的表現啊，把過去的 VT1設計出了更多的可玩性，完美手段的加入大幅度提升了角色連招手感反饋以及更多的操作空間。以前的古烈多多少少都略顯無聊，但如今的古烈已經變成了一位十分有觀賞性的角色。當然，龜的不算哈。然後是肯，從5代開始就迎來了極大的改變，徹底擺脫了白人紅人相似的特性。這一代啊，更是在跑步這個特殊系統上延伸出了更多的玩法，還有迅雷和大飛腳的新招。肯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和白人招式拳腳都近乎一樣的複刻角色了。朱莉能成為提名，主要是4代初始難度太過逆天，壓鍵的手法加上風水引擎可以勸退絕大部分玩家。從5代開始變成斬風水的形式後，簡化了更多連段的難度，再到現在優化後的風水資源，還有綠蟲搭配風水引擎的奇妙判定，操作上是簡化了，但觀賞性絲毫不差當年，並且它難度的轉變啊也是非常值得點讚的地方。同樣，很多新人入坑這個遊戲，選擇朱莉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還有拉希德在6代的轉變，無論是外觀還是實際表現，這一座都變得更加帥氣了。同時，整體都圍繞着龍捲風的 buff 做設計，讓過往只能開啟 VT 後才能有更多表現機會的拉希德，現在幾乎可以在任何情況下也可以圍繞着強化 buff 出題，加上龍捲風和强化效果的共同表現，在觀賞性上也是指數級的提升。最後還有 DJ， 各種酷爽和假動作的加入，也是把一個黑人版的古烈變成了一個全新的角色，招式也做了許多的簡化，綠衝的加持和指令的轉變，也把它的機動性提到了遊戲中頂級的地位。只可惜出於我個人對傳統蓄力的玩法情有獨鍾，如果多保留一些蓄力操作的話，排個第3、第4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那麼還差一個差評榜啊，就是我個人認為改革後算不上有多成功的名單，疊甲哈，全是我個人主觀想法，僅代表我個人。首先是維加，完全就是把4代的移動性能和5代的压制力放到了一起，炸彈零成本埋放，就玩来玩去啊，除了伤害像 BOSS， 其他地方啊，我覺得還真不如5代啊有壓迫感。然後是赛斯，4代的全能缝合怪，因為設定上呢是缝，所以邏輯上沒有問題，但實際玩法卻大不相同，尤其是沒有一位賽斯玩家會忘記的地獄三角折和空中下中脚，賽斯靈魂中的靈魂，結果放到5代什麼都沒有了。說尖銳一點的話啊，也就 VT2 有點可玩性而已啊。差評。接下來還有好鬼，我只有2個啊不是很喜歡的點，瞬域殺没有无敌和百鬼不能派生头。百鬼頭呢只是少了一個經典的招，而瞬域杀没有无敵就少了非常多的可玩性。同樣，瞬域殺带入的延伸也是當初無數好鬼玩家樂此不疲的靈魂玩法。那現在6代啊只剩下老頭冒煙了。最後一個是毒蛇，其實它還原的還挺不錯的，但是被限制了資源。卡普空像是把每個角色都獻給了所有人，所以毒蛇就不再是以前那種只有神能駕馭的角色了。再怎麼花哨啊，都比不了4代的傳說了。毒蛇啊，我覺得改的不算成功。那麼終於視頻來到了尾聲，以上啊就是我為大家盤點了10名改革最成功的角色們和個別比較失敗的案例。那對此大伙兒又是怎麼看待的呢？彈幕評論告訴我呀。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禿頭，你還願叫我一聲藝術家嗎？我是禿頭，一位草根藝術愛好者，我們下期再見。就讓我靠你宿命的牢